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丝瓜别炒着吃了，加一把韭菜，教你秘制新吃法，比红烧肉还香。丝瓜味道清甜，口感滑嫩，吃起来爽口清淡。关于丝瓜，我们吃的最多的应该是清炒丝瓜，特别是炒丝瓜的汤汁，清淡爽口，特有的咸甜口味搭配白米饭，一顿可以吃上2碗。我家经常这样做。不过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丝瓜和韭菜的新吃法，保证很多人都没有见过，更没有吃过。下面就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将丝瓜削去外皮。说到丝瓜，相信大家爱吃丝瓜的朋友都应该是被它那股清鲜的味道、鲜美的味道给折服的。不知道大家常不常吃丝瓜呢？记得我们小时候，因为是农村地方，所以经常看到丝瓜都长的是丝瓜藤的生命力顽强，而且长瓜多。但是小时候，大多数人都不吃丝瓜，都是等丝瓜老了，才去摘几个晒干之后拿来做洗碗布。但如今丝瓜藤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长得到处都是了，吃丝瓜的人却多了。丝瓜削去外皮之后，将它清洗干净，从中间切开，再分成4份。先将它切成片，再切成粗一点的颗粒状。丝瓜真的是一种保障菜，价格不贵，营养价值又非常丰富。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， 常吃真的是好处多多。丝瓜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接着准备一把韭菜。先把韭菜一些老的坏掉的叶子将它摘出来不要。韭菜1年4季都可以买到，叶如翡翠，香味浓郁。韭菜的吃法有很多种，但不少朋友第一时间都能想到的就是用来做馅，比如特别经典的韭菜鸡蛋、韭菜鲜肉、韭菜虾仁等等。其实韭菜不光可以拌馅，炒、拌、烤、做丸子，吃起来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处理好的韭菜将它清洗干净，特别是韭菜根部，特别容易藏有泥土，一定要将它清洗干净一些。洗干净将根部切掉不要，再切成韭菜丁。韭菜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2、胡萝卜素等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。每100克韭菜就含有 1.5 克纤维素，比芹菜都高。接着再往碗中打入1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鸡蛋、丝瓜、韭菜均的混合在一起。再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、1勺胡椒粉调味，少量多次的往里面添加面粉。面粉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添加，一次性不要加太多了，防止面糊出现过干或者过稀的情况，这样比较好掌握面糊的量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，没有干面粉的面糊就可以。接着往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用勺子舀1勺面糊放入锅中，面糊不要放得太多，不然太厚不好操作，也不太容易熟。用铲子将它摊成一个小饼的形状，开小火将面糊煎至定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，
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将一面煎至金黄之后，再翻另外一面继续煎至金黄。在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要烫到手了。将两面煎至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，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将它盛出来就可以开吃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以前我家小孩都不喜欢吃蔬菜，自从试了这个方法，3天2头嚷嚷着要吃，而且一点都不油腻。俗话说，秋败茄子是毒药，秋败丝瓜胜良药。大体的意思就是到了秋天，正是吃丝瓜最好的时候，犹如良药一般。此外，丝瓜一直被称为美人瓜，不仅汁水多，而且营养丰富，非常适合现在的秋燥天气食用。建议大家平时隔3差5就吃上一次。你们都喜欢吃丝瓜吗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？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